你以为你了解教育的真相？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多数人被表象蒙蔽了双眼，他们沉浸在碎片化的信息中，却看不清身边正在发生的惊人变化。今天，我们将揭开教育界最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信息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甚至让你感到不安。但请记住，了解这些真相对你的未来至关重要。精英们不会告诉你的事，我们却要揭露。那些鼓吹快乐教育的人，他们的孩子正在经历什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教育的价值？谁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一无声的阶级战争。教育界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一场无声的阶级战争正在上演。表面上，人人都在高呼教育公平，实际上，一群精英正在暗中巩固他们的优势。最可怕的不是鸡娃，而是让穷人主动放弃读书。你可能会说，现在谁还相信读书无用论？错了。这种观点正在悄然蔓延，而且比你想象的更普遍。为什么？因为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他们不希望看到更多人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另一方面，却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质疑传统教育的价值。这种矛盾的态度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真相：教育已经成为了阶级固化的工具。精英们口口声声说要快乐教育，但他们的孩子呢，从小就在接受最严苛的培训。为什么会有这种双重标准？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决定社会地位。还记得被迫背诵的《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吗？看似无用，实则是精英们维持优势的秘密武器。二、快乐教育的陷阱。自由成长，快乐教育听起来很美好，小心，这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西方的宽松教育本质是什么？是精英阶层维持社会固化的手段。取消统一考试标准，换成综合素质评价，谁会受益？答案显而易见，但大多数人选择视而不见。首先，我们需要认清一个事实：教育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传授过程，它始终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密切相关。那些高呼快乐教育的人，往往是那些已经站在社会顶端的精英。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取消了统一的评价标准，他们的子女就能更容易地保持优势地位。想想看，当我们用综合素质评价取代统一考试时，会发生什么？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轻松参加各种高端夏令营、国际志愿者项目、艺术培训班。这些经历无疑会让他们的简历看起来光鲜亮丽。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呢？即使他们在学习上付出了100倍的努力，也可能因为缺少这些额外加分项而失去竞争优势。这就是快乐教育的陷阱，它看似给了每个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实则为教育不平等大开方便之门。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某知名私立学校推出了创新课程，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感兴趣的项目进行研究。听起来很棒，对吧？但实际上，能够在这些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往往是那些家庭能够提供额外资源支持的学生。他们可以请专业导师，购买昂贵的实验设备，甚至直接从父母的人脉网络中获得帮助。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呢？他们可能连基本的材料费都难以承担。再看看国外的情况，美国的大学申请中，课外活动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能参加高水平体育比赛的，往往是那些从小就接受专业训练的孩子。能创办非营利组织的，往往是那些家庭本身就有丰富社会资源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构成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富裕家庭。但是你可能会说，
难道我们就要回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应试教育吗？当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认清快乐教育的本质，并找到一个真正公平的评价体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平衡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教育模式。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为每个孩子提供公平机会的评价体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既能激发创新精神，又不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教育理念。记住，当你下次听到有人高呼快乐教育时，请保持清醒，问问自己，这种教育模式真的能让每个孩子都快乐吗？还是只会让那些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孩子更快乐？教育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每一个孩子打开通向更好未来的大门，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巩固优势的工具。让我们一起努力，创造一个真正公平、真正有利于每个孩子全面发展的教育环境。因为这不仅关乎我们的下一代，更关乎整个社会的未来。3、教育价值的谎言。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教育的价值？因为他们被精心编织的谎言蒙蔽了双眼。听说过高考状元后来都不成功的说法吗？这是一个精心制造的谎言。真相是，成为状元的成功率远高于普通人。为什么你听到的都是非状元的成功故事？因为基数悬殊。这不是状元无用，而是教育重要性的最好证明。让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假设每年全国有500名高考状元，实际上可能更少，其中10%最终取得了显著成功，那就是50人。而全国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数百万，如果其中1%取得了显著成功，那就是数万人。所以你听到更多非状元成功的故事并不奇怪，但这并不意味着成为状元就没有价值。相反，如果我们计算成功率，状元的成功率10%远高于普通考生1%。这种误导性的说法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能否直接带来成功，更在于它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高学历可能不是成功的充分条件，但它常常是必要条件。在当今社会，许多高薪职位和重要岗位都要求具备相应的学历背景。没有这些学历，你甚至没有机会参与竞争。4、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个更加隐蔽的问题：教育资源的分配。表面上，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但实际上，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好的学校、优秀的老师、先进的设备，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而这恰恰是很多家庭所缺乏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家境好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收入，而家境不佳的孩子，即便天资聪颖，也可能因为缺乏资源而失去竞争力。这种教育不平等正在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在美国，像哈佛、耶鲁这样的顶级大学，尽管他们声称招生不看家庭背景，只看学生的能力，但实际上，这些学校的学生中，来自富裕家庭的比例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根据一项研究，在美国最顶尖的38所大学中，来自家庭收入最高的20%的学生人数，是来自家庭收入最低的20%的学生人数的3.8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能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们可以上更好的学校，请更好的家教，参加更多的课外活动，这些都为他们进入顶级大学铺平了道路。而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即使天赋异禀，也可能因为缺乏这些资源而失去竞争力。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正在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富人的孩子因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未来更有可能获得高收入工作，而穷人的孩子则可能因为教育资源的匮乏而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循环
使得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在理想的社会中，教育应该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无论一个人出身如何，只要他努力学习，就应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现实情况是否如此呢？遗憾的是，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尽管我们常说教育是最公平的跑道，但实际上，这个跑道并不是真正平等的。家庭背景、社会资源等因素都会对一个人的教育机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让我们来看一些数据。根据某研究机构的报告，在美国，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上大学的概率是低收入家庭学生的8倍。而在中国，尽管高考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但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仍然让许多农村学生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正在加剧社会的固化。富人的孩子因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未来更有可能获得高收入工作，而穷人的孩子则可能因为教育资源的匮乏而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循环使得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5、教育的真正价值。很多人认为教育就是为了找好工作，大错特错。教育的真谛在于塑造一个完整的人，它教会你如何思考，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正如梁文道所说，读书到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教育的本质。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例如，当我们学习历史时，我们不仅仅是在记忆事件和日期，更是在学习如何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影响，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当我们学习文学时，我们不仅仅是在欣赏文字之美，更是在学习如何理解人性，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些能力远比具体的知识点更为重要，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适应这个复杂的世界。教育不是外在强加的东西，它是一种自我发现和成长的过程。余华曾说，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让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的。没有阅读和学习，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成为怎样的人。这句话道出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作用：自我认知和成长。通过学习和阅读，我们不仅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和价值观。这种自我认知是人生发展的基础。只有了解自己，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才能在适合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前进。6、终身学习。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你过去学到的知识很快就会过时。唯一能保证你不被淘汰的，就是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和习惯。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即使在事业有成之后，仍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例如，比尔·盖茨每年都会花大量时间阅读。他平均每周阅读1本书，涉及各种领域，从科技到历史，从经济到文学。这种持续学习的习惯，让他能够在快速变化的商业世界中始终保持领先。另一个例子是巴菲特。尽管他已经是世界顶级的投资者，但他仍然每天花5到6个小时阅读。他说，知识是复利的，你学得越多，就能学到更多。这种对学习的执着，正是他能够在投资界长期保持优势的关键。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学习不应该止步于学校教育。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只有保持持续学习的习惯，我们才能不被时代淘汰。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一种现象，
一些人把终身学习等同于不断参加各种培训班，考取各种证书。这种做法可能会让人陷入一种学习焦虑中，总觉得自己学得不够，却忽视了学习的真正目的。真正的终身学习应该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而不是为了应付外界压力。它应该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行为，而不是被动的、强制的过程。只有这样，学习才能真正成为一种乐趣，而不是负担。7. 教育与创新能力。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创新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是否真的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呢？很遗憾，答案往往是否定的。传统的教育模式，特别是应试教育，往往过分强调知识的记忆和重复，而忽视了创新思维的培养。学生们被训练得善于回答已知的问题，但却不善于提出新的问题，不善于挑战现有的观点。这种教育模式的弊端在于，它可能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和好奇心。爱因斯坦曾经说过，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停止提问。好奇心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学生们常常被训练的只关心标准答案，而不是去探索未知的领域。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在某次国际学生科学素养测试中，中国学生的平均分数在参与国家中名列前茅。但是，当被问到你喜欢科学吗？中国学生的回答却在所有参与国家中排名倒数。这个现象反映了我们的教育系统存在的问题。我们教会了学生如何答题，但却没有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一种能够激发学生创新精神的教育模式。首先，我们需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而不仅仅是回答问题。在课堂上，教师应该创造一种开放的氛围，鼓励学生质疑、讨论、辩论。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学生才能真正学会独立思考。其次，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真正的创新往往发生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例如，乔布斯曾说过，正是他在大学选修的书法课，启发了他后来在设计 Mac 电脑时对字体的重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广泛的知识基础和跨学科思维对于创新是多么重要。再次，我们需要鼓励失败。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失败往往被视为一种耻辱。但是在创新的过程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教导学生，失败不是终点，而是学习和进步的机会。8. 教育与国家竞争力。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直接关系到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教育上投入巨大的国家，往往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上处于领先地位。例如，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一直是其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而新加坡、韩国等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才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但是，教育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仅仅提高教育投入或者提高学历比例，并不一定能提高国家竞争力。关键在于教育的质量和方向。例如，如果教育过于注重应试，而忽视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那么即使培养出了大量的高学历人才，也可能无法有效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因此，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我们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不仅要关注当前的就业需求，还要考虑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培养的不仅是掌握现有知识的人才，更是能够创造新知识、适应快速变化的终身学习者。9. 教育的未来。面对这些挑战，教育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如何改革我们的教育系统，以应对未来的需求？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教育的目标。教育不应该仅仅是为了传授知识，
更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我们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能够终身学习的人才。其次，我们需要利用技术来改变教育的方式。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例如，在线教育可以打破地理限制，让更多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个性化教学，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提供最适合的学习内容和方法。在此，我们需要重视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在未来的世界里，情商、创造力、适应能力等非认知能力可能比纯粹的知识更加重要。我们的教育系统需要为这些能力的培养留出空间。最后，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教育系统。教育应该是每个人提升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不应该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工具。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每个人，无论其背景如何，都能获得优质的教育机会。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教育是你最可靠的盟友。它给你看清世界的眼光，理解他人的胸怀，以及改变命运的力量。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境地，都不要放弃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因为教育的力量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记住，在这个世界上，知识永远是最公平的财富。无论你出身如何，只要你愿意学习，就永远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教育的道路可能艰辛，但它绝对值得你为之奋斗。因为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会发现，塑造你的不是你取得了多少成就，而是你在追求这些成就的过程学到了什么，成长了多少。所以，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对未知的好奇。让我们用教育的力量，不断突破自己的限制，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因为你的未来就在你的手中，而教育就是开启这个未来的钥匙。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